10道恐怖的魔之道法对着他继续涌来，一股死亡的气息在圣花店店主的心中浮现。可就算是这样，圣花店店主眼中闪过一丝最后的坚定，尽管形势危急，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在这最后关键的时刻，他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周身散发出淡淡的粉色光芒，那是圣花之道最后的力量凝聚而成的防护罩，10道魔之道法的恐怖力量统统撞击在了这最后的防护罩之上，顺势防御罩的表面激起了层层的涟漪，粉色的光芒闪烁着，似乎在诉说着圣花店店主不屈的意志。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再怎么不屈也得认命，这就是世界的残酷。有一些人以为自己站在了天位神巅峰处就可以为所欲为，可在天位神巅峰之上还有半道神，半道神巅峰之上还有大道主神。总之要记得一句话，不管在哪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圣花店店主就是这个例子，半道神巅峰的实力，再加上拥有整个东周之地的周星意志力量，可奈何还是无法击败10位同境界的对手魔尊。很快，圣花店店主的最后抵抗也被那10道魔之道法所击碎，防御罩彻底的碎裂开来，他的圣花之道也逐渐的消失，在他的身上似乎都快要察觉不到半道神力了。这就是以自己的道去做牺牲的代价，这也是所有半道神以及主神都不敢去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他们的禁书。这一招只要施展出来，那么自己的道也就会永远的被舍弃，就算究极一生也无法再有机会迈向大道主神之路。圣花店店主见到自己的战局已经注定了结局，身上的半道神力也逐渐的消失不见，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逆转的余地，他也救不了现场的任何人，救不了圣花店，救不了整个东周之地。这一刻，圣花店店主缓缓地闭上了自己那失去任何希望的眼睛，等待着那10道魔之道法打在他的身上。不要，店主大人。此时圣瑶一道撕心裂肺的声音响起，整个脸颊变得通红，泪水在他的眼眶中不转，旋即泪水划过他的脸颊之上。他想要冲过去救下圣花店店主，可是被罗峰拦住，轻声无奈的道：你现在过去无非就是多送一条命罢了，对方的实力太过强大了，圣花店主也尽力了。圣瑶见到那10道魔之道法距离圣花店店主不到10米，他伸出自己那无助的手臂，想要抓住他的店主大人，可是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就在现场所有神奇强者都纷纷露出绝望之色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3道身影宛如从天而降的神之，屹立在了圣花店店主的身前。他们的身影高大雄伟，如同撑起了天与地的柱梁，身上散发出的气息神圣而庄严，仿佛能净化一切罪恶与污秽。其中一道身影周身燃烧着黑色的火焰，那火焰中蕴含着焚烧毁灭一切的力量，却又透着一丝神秘与深邃。另一道身影则仿佛凝聚了一片星空，他的身后是一片璀璨的神秘星空，其中旋转的星体与流转的星光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星空世界，散发出恐怖的毁灭力量。而最后一道身影则紧握着一颗龙目之珠，那珠子散发着龙吟般的震动，其内仿佛封印着一条巨龙，一旦释放便能撕裂苍穹，摧毁大地。看见那3道伟岸的身影时，众人立马目瞪口呆，就连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在他们无比诧异的这一刻，这3道伟岸的身影同时出手，催动最强之力，黑色火焰化作一道无尽的火海，火海之上掀起恐怖毁灭的风暴，与那神秘星空世界的深邃力量相交织，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龙目之珠则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化作一只巨大的龙影，冲向那10道肆虐的魔之道法之上。轰哗好，随着3声震天动地之声响起，黑色火焰之海，神秘星空世界与龙目之珠相互融合，形成了一股无法形容的力量，直接撞击在了10位魔尊合力一击的道法之上。顿时天地色变，仿佛将一切都陷入了静止。紧接着一股狂暴的能量拨开，驶向四面八方，横扫而去。现场不管是谁，只觉得他们的眼前一花，再回过神来时，那恐怖的魔之道法以及3道神圣的最强之力统统彼此的被彻底的化解，同时也成功的抵挡住了10道魔尊的可怕攻势。圣花店店主见那是10道魔之道法迟迟没有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他带着一丝疑惑之意睁开了自己那微闭的眼睛。当他睁开眼的瞬间，10道魔之道法已经消失不见，自己也安然无恙的站在原地，却是看见了3道伟岸的身影屹立在他的身前，仿佛3座不可动摇的山岳。那3道身影好像是周围的神奇强者中传来了惊骇欲绝的低语，他们的心灵被这一刻深深震撼，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敬畏与震撼。因为这3道身影正是萧炎、灵动、沐尘，竟然是他们3人，这怎么回事？罗峰、圣瑶以及一些乾坤岛的人纷纷难以置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幕。那3人怎么突然爆发出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就连一直站在远处的神奇联盟天龙大神君双手抱胸的望着那3道伟岸的熟悉身影，他也搞不明白了，在这最后救下圣花店店主的竟然是那3个小子。不过只有吴雪一人没有那么震惊，因为他知晓自己男人萧炎的实力可远远不止之前发挥出的那一些。虽然他也很想先去帮助萧炎他们，可是萧炎却让他在这里保护好其他人，至于10位魔尊就交给他们3人解决。加油，我的男人，你是最强的。吴雪心底里暗自为萧炎祈祷，
祈祷着他能够解决掉眼前的一切麻烦。在众神奇强者都在震惊之时，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萧炎、林动、沐尘三人并肩而立，三兄弟的气势无比磅礴。或许这一刻，他们三兄弟都等了很久很久了。当初林动、沐尘二人成为天域中的御灵御魂时，如今的这一幕，以为都不可能会出现。然而，他们再一次的见到了曾经脑海中以为不可能再会出现的画面。这就是他们三兄弟一直不放弃的原因，只有永不放弃任何的希望，那么到最后终究会实现。萧炎身上散发出神圣耀眼的金色光芒，一双金眸之中闪烁着复杂的奇妙符文，犹如天神下凡。他的一举一动间，引得周身奇特的金色力量呼啸而出，仿若金色风暴席卷整个天地。灵动则显得神秘莫测，他的眉心处那道符文印记如同活了过来，散发出幽深的光芒，一股神秘的力量在他体内激荡，他的身影在这股神秘力量的映衬之下时隐时现，宛如幻影，既虚幻又强大，足以让半道神的存在都感到一丝忌惮。而沐尘则显得更为奇异，他的眉心处法心之眼浮现，使得他将7座原始法身召唤而出，就连刚刚收服的那一座高达万丈的大道金身，利用法心之眼的特殊力量将其勉强的召唤，旋转其中的部分金身能量。虽然大道金身有一臂断缺，却仍然显其不凡，因为其中所蕴含的不是寻常的能量，而是原始大道。大道金身周身散发着淡淡的原始大道光芒，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却又分明独立于世界之外。沐尘的气息在大道金身的加持下变得深不可测，仿佛连天地都为之静默。此时他们三人的强大力量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能量场，仿佛可以撼动山河，破碎苍穹。他们的目光坚定，神情从容，仿佛无论面对何种艰难绝望的挑战，都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并且今日他们三人就要在这万界圣子之地上展开属于他们的传奇篇章。他们的未来之路仿佛已经出现在他们的眼眸之中，如果这一场战斗他们三人若是胜了，也将会彻底的名扬万界。萧炎的金色瞳孔中升腾起璀璨的星河，仿佛可以窥探历史的长河，而他现在的这股神圣气息正是焚神似火的形态，不过却有些不同，因为他现在的焚神似火形态似乎比起之前更加的强大一些，同时有着绚丽之色在其周身浮现，给人一种众神中还带着地威之意。谁也不知萧炎这股形态是怎么一回事，看似与之前的焚神似火相同，但是也却大有不同。此刻他散发出耀眼的神圣地之光辉，他的每一次呼吸都似乎能够引起天地能量的涌动，那强大的力量波动让在场的所有神奇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灵动则站在萧炎的左边，他闭上眼睛，感受着眉心处那道符文印记中涌出的神秘力量。紧接着他那道符文爆发出10种耀眼的光芒时，一股古老而深邃的神秘能量开始在他体内逐渐的觉醒，逐渐将他包裹在一个神秘的光环之中。他的气势在这一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仿佛一位操控着诸多属性能量的神降临人间，充满了不可一世的威严。沐尘催动法心之眼，8座原始法身的身影皆是倒映在其中，就仿佛这8座原始法身的真身就在法心之眼的里面一般。而且在那几年的时间里，沐尘对这一颗法心之眼也有了不少的了解。法心之眼不仅可以看到整个大宙的面貌，还可以看到未来大宙要发生的事情。当然最重要的法心之眼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将原始法身的真身引入到其中，同时在法心之眼的作用下，这8座原始法身的力量也将会融合一起，不需要召唤出太初世界体，也能够拥有太初世界体的力量。沐尘的每一拳每一脚都是蕴含着世界太初体的恐怖威力，同时也可以将还没收服修炼的原始法身爆发出它真正的力量。当然这是有时间限制的，这也就是法心之眼的玄妙特点之一。现在的沐尘远远看去就像是压缩后的太初世界体的形态，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可怕至极，它的周边弥漫着极其浓郁的精纯原始能量，这股能量之中还有着一丝原始大道的玄妙。而这就是沐尘催动法心之眼后将大道金身中的原始道法激发而出。三人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那10位魔尊，四周的空气因为他们的力量而变得扭曲，仿佛连空间都在颤抖。萧炎的金眸中星河旋转，时间与空间仿佛在他的视野中交错穿梭。灵动的身上则是祖符之灵的力量在流转，他的气质变得深不可测，仿佛能与天地对话。沐尘更不用多说，他现在本身就是一尊太初世界体，再加上大道金身的原始道法，那威力堪称是绝对的无敌姿态，不管是防御力还是攻击力都是强的可怕如斯。这一幕仿佛是3个时代的强者在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萧炎、灵动、沐尘的力量在空中碰撞，激起了一阵阵能量风暴，在这片天地中留下了一道道惊人的痕迹。在这场力量的对决中，谁也未曾想到过最后霸气登场的竟然是萧炎、灵动、沐尘3人，而且这3人的实力也不过是8重天卫神的修为，可现在他们身上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波动令全场的神奇强者都震撼无比，甚至整个天地间的色彩都在这一刻黯然失色。仿佛众神奇强者们看到了他们3人似乎便是万界的3位圣子，
他们身上的神光耀眼周遭空间，那股气息更是让他们都无比的忌惮。此时的他们实力恐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已经堪比半道山。本以为萧炎之前施展出焚神似火已经是他的极限，现在他又再一次的突破了自己的极限。同样为焚神似火的形态下，神圣中散发出一丝地威，也就是这一道的地威让的萧炎的焚神之力更加一层楼。这还并不是让他们绝对震惊的一幕，他们所震惊的是，这三位似乎都是来自下等级世界的修炼者，竟然同时都爆发出了能够与半道神抗衡的力量，这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